完美世界第129集解析来临，先按赞后观看，人生必定更灿烂。我们继续。10号进入传承之地，竟还有人被地理暗算。太阳神藤羽圣羽族初代本就死过一次，这次如若再被斩杀，就不会再被复活了。临近传承地，谁对他出手，他便斩杀谁，毫不留情。10号虽然失去了至尊骨，但符文早已烙印在尸海内，轮回之力再现，太阳神藤瞬间被剥夺了岁月。太阳神藤死的一点也不冤，临死前总算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轮回。圣羽族初代更是一个回合都没有撑过去，鲲鹏展翅，初代毙命。秘境内凡是知晓10号身份的，没有一个会见到第二天的太阳。其实所谓的传承地就是9座圣山，每座圣山内都有一座巨宫，在这里没有具体的法，只有玄天至尊的经验与心得，谁能与这些感悟更好的契合，就会被传送至更高的殿堂。这是玄天至尊在挑选徒弟或者说是传承者，而阴险狡诈的秦族是不可能让10号尽心感悟的，早已派人秘密跟踪，就是要打断10号的参悟。可笑秦族竟做损人不利己的事，不让10号参悟，索性大家都别参悟，杀入秦族所在巨宫内，搅了一个天翻地覆。面对秦族其他人，10号可以心狠手辣，可面对秦昊自己的亲弟弟，怎么可能下得去手？秦昊无往不利的轮回宝术在10号面前再一次失效。秦昊本就是靠着长生战一才进入的秘境，再修炼个3-5年，或许才能与10号斗战一番。这次秦祖为了能得到传承可下的血本，单单是神火境强者就不下5位，他们早就被下了死命令，击杀少年魔王荒。众多神火境强者刚要动手，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。原来在传承地，一切争端都要在擂台上进行，不仅众人都被传送至高空擂台，就连神火境强者的神火都被强制熄灭。元天至尊选择传承者不会参照修为，只看天赋、同阶战力、毅力等等，这可是天助10号。同阶战力10号可是无敌的存在。当秦族第1位神火境强者死在10号手中后，所化古符竟然还在，并没有传送至秘境出口。看来只要在擂台上死去，就会真正的身陨道消，哪怕是天尊炼制的命符也起不到任何作用。秘境外的秦族教主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，派遣了这么多神火境强者进入秘境，就这样死在了10号的手中。事已至此，10号不再有所保留。虚空中一条又一条的草木扎根，快速生长，充满了勃勃生机，全部环绕着10号。如此异象，唯有闪电子看出了端倪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哪是什么草木，而是雷霆所化。10号居然将雷霆感悟到了这一步，毁灭性法则中竟显生之奥义。哪怕是火魔宫强者跌落神火境后，在面对时候也根本不是对手。自此擂台一战，秦族火魔宫神火境强者全灭，整个擂台都安静了，再无人敢挑衅10号。本期内容就到这，下期会更精彩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容错过，下期再会。